大尾翼小蓝灯低趴造型绿卡钳，它是谁呢？全新极狐阿尔法 S5。在10到25万新能源轿跑的这个价格区间当中啊，极狐阿尔法 S5绝对算得上是同时能够拿捏颜值和实力的这么一位全能选手。这一次全新版本更是强化这2个方面的优势。首先颜值这一块啊，整个车头经过全部重新设计了。之前的版本其实它会更加强调那种性能感，就是你这个车灯和前铲的一体化连接感会更强。但是这一次啊，它把这一块区域全部都重新设计了，能够感觉到它是向中间收束的这么一种感觉，并且因为它要坚持这种低风阻的造型嘛，所以所有的线条都是非常圆润而且修长的，就让你感觉这台车特别的优雅，既能够有性能感的存在，又不会说显得特别的扎眼。而且啊，现在有3个全新的颜色，也是蛮漂亮的。除了我身边这个比较有新能源感觉的蓝之外，有一个绿色版本啊，就很有那种复古质感，有点像是那种老奔驰的感觉。那再来360度全部都给你安排了智驾小蓝灯，所以你不管从哪一个方向去经过这台车，你都能够清楚的看到哦，它把这个智驾辅助功能给打开了。我觉得这个还挺贴心的，因为一般很多车只有车头或者车尾有，但是这个你跟它这个蓝色的车身搭配在一起之后，哇，这个科技感还是蛮强的，对吧？现在呢，新车它的车长是增加了66毫米啊，不是说车内空间变得跟原来更大了，并没有啊，轴距还是2.9米，而是在车头和车尾位置做了延长，就更能够增加这种低趴修长的姿态。所以我们从侧面能够看到，这台车确实整个豪华质感是比原来更强了。国产品牌造这种溜背车有一个痛点啊，就是因为国内的消费者他没有办法接受，因为造型让他的头顶空间受到限制，所以其实你在现在市面上能够买到的所谓的轿跑溜背车型都不会说是特别的溜，因为你不能接受自己的车顶头啊，那你肯定在造型上是要受到一定限制的。但是好在这款车型它的车长线足够的长，所以这个上面这个溜背这个姿态，感觉还是可以的啊，还是比较优雅协调的，不会说一下从这儿给你收住，就会显得这个比例有点怪。那还有一点，我觉得侧面上是特别吸引人眼球的，就是我觉得它这个轮圈的造型很别致，它比较偏向于那种性能车的感觉，而且里边这个绿色卡钳的存在确实还蛮吸睛的，并且啊，这台车是同级非常少见的给了你一个大尾翼的车型。当然，这个尾翼你说能够提供多少真实的下压力啊，这个咱们不好说。在造型上，你把车停在这，把这个尾翼升起来，这个拉风的感觉还是要有的嘛。所以这台车其实它问世的时候，从造型设计上对标的是小米速7，但是现在价位上又是跟小鹏 Mona M03一个级别的，这个感觉就挺值的，是吧？你在这个价位就可以买到一台设计方面非常用心的车。如果说你不想要买那种特别常规、特别沉闷的车型，那这台车确实能够既满足你对颜值的追求，然后又不会说实用性上特别的差。整个内饰啊也是非常简洁内挂的，而且我觉得它的动线特别的合理。你像这个屏幕下方这一块，它给你挖出了一个槽带防滑垫，就特别适合咱们出发前，比如说手机回一下消息，然后你准备要走了，往这一扔，随便你用怎么样的一个角度扔，你觉得它都可以稳稳的待在这儿啊，就不会随着你这个开车动作，手机在这边乱动，或者说会掉出来。就这个还是明显是开过的人能够做出来的设计。那你如果说想要手机在这儿充会儿电，就把它往下放，这有一个50瓦的无线快充。那顶上这一块屏幕呢，其实是集成了我们这台车所有的功能。你像是调节空调的温度风量，像是去切换驾驶模式，包括你所有仪表盘上应该出现的信息，也都是在这一块给你展现出来的。这台车前方是没有常规的仪表盘的，取而代之的是一个 HUD， 这个它都显示的面积啊，其实还是挺大的。你如果比较愿意去直视前方看信息的话，那你就把它给打开。像我自己是比较喜欢就前方什么东西都没有的，那我们通过这个位置，其实你也可以去判断你的现在的驾驶的状态。方向盘的尺寸比较适中，做了这个上下平底的设计，确实还挺像开赛车的。然后上面的这个按键也是可以自定义的，没有更多的标识去告诉你各自是什么功能，所以这个确实是比较适合年轻人一台车。就如果说你岁数稍微大点，可能接受起来就会有一定的难度。那年轻人你喜欢这种简洁风格的，可能它就会满足你的需求。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后排空间啊，我的身高是1.68米，然后目前我这个头部空间还有一个1拳多
4指的这么一个状态，作为一台轿跑车型来说，这个头部空间表现还是可以的吧。然后这个坐垫呢，长度也是比较 OK 的，不过这个位置稍微有一点悬空，所以大家如果想坐得更舒服的话，可能就是要把这个脚往前伸一伸。不过它的整个横向的空间啊是非常可观的，而且底下也没有任何的凸起，所以这台车你满载5个人出去玩，大家都可以坐得非常的舒服和惬意。然后呢，它在后排给了你单独的空调出风口，有一个 Type-C 的充电电源，在后排也可以及时的给手机补能。它这台车呢，它前后的玻璃啊是切分开的，就是你可以各自去调节。后排这个位置，这个玻璃它自带现在应该是有一个防晒的膜，不过具体在烈日之下它这个防晒表现怎么样，还得需要等到试驾的时候我们去实际的去给大家测一下。因为后边这个玻璃啊，它做的这个延伸还是比较长的，一直延伸到了接近后备箱的这个位置。如果这一块玻璃晒的话，就是你这个后脖子会烫的不是太舒服。当然，如果你是特别怕晒的朋友啊，建议夏天就直接用那个物理遮阳帘嵌在这儿，就保证不会有阳光漏进来，那就更合适了。全新的极狐阿尔法 S5呢，动力版本一共是有2个版本啊，纯电版本和增程版本。那么纯电版的3LT的最大续航是630公里起，如果是高配的话就是720公里。增程版本的最大纯电续航呢是230公里。所以大家如果是平时城区驾驶比较多啊，没有什么高速需求，纯电版本更加的经济实用。那如果说咱们跑长途比较多，比较担心这个续航焦虑的话，增程版本就更加适合大家了，就根据需求来选。目前能够看到啊，这台展车上面是没有激光雷达的，但是在车机内部有辅助驾驶系统的存在，而且还车是有小蓝灯的。所以我们推测这个版本它应该会使用纯视觉方案的这个辅助驾驶系统，能够带来高速恒位和城区恒位的功能。具体它的辅助驾驶表现在这款车上如何，需要拿到试驾车之后才能够知悉。OK， 那么以上就是这一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啦。关于这款车型更多的内容，期待它上市之后为大家带来更加详细的报道。